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现在很多朋友都注意养生了，五谷杂粮也成了餐桌上的常客，豆子就是其中一种。不管煮红豆、绿豆、黄豆，都最忌直接下锅煮了，费电、费气、费时间。煮豆子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很难煮透，要煮至软烂开花，一般至少要花费30到50分钟。这时多数人看完以后呢，会说现在有高压锅呀，一锅在手，什么豆都能分分钟煮烂。但煮豆汤最好不要用高压锅，因为豆皮呢可能会堵塞气阀，导致安全隐患。这种新闻呢也不是没有看到过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值得大家学一学。今天分享您2个小技巧，保证10分钟内软烂开花，有快速煮烂的方法，就不要用高压锅了。一起看看吧。首先购买红豆呢，要选择新鲜的，看一下是否有虫眼，把坏的带虫眼的挑拣出来。陈年红豆颜色会发黄或者是深红色，那样的不建议大家购买，口感不好。新鲜的红豆颜色是鲜红的。再就是看一下大小是否均匀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就是好坏一起掺杂着卖了。最有可能就是陈年红豆配着鲜豆子一起卖了。好了，挑拣干净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清洗一下，加入多一些的我家自来水，用我的大手把红豆搓洗干净。红豆在生长的过程中，经过风吹日晒，上面呢会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特别是打豆子的时候特别多灰，所以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多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彻底的清洗干净，将脏水倒掉，多清洗2遍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将红豆的水分控干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一个妙招，冷冻法。这边我们准备3个干净的一次性纸杯，然后我们往杯中呢加入红豆，不需要太满，填满杯子1/2就行了。跟着我们往杯子里边呢加入长江水，没过红豆，杯口处预留1到2厘米的位置，这样呢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将其放入冰箱冷冻层，把红豆冷冻起来。豆子需要完全被冻住，因此冷冻的时间要长一些，至少要5个小时以上。所以大家呢可以头一天晚上呢就将其准备好，冻起来，取下来后就冻成这样硬邦邦的了，成冰块的状态就很好了。这时呢我们把纸杯撕掉取出来，这就是为什么用一次性纸杯的原因啊，方便拿取。可能有人说这也太耗时了，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喜欢喝绿豆汤、红豆汤的话，可以多准备一些豆子，分成几个保鲜袋，装起来冻到冰箱里。什么时候要煮呢？什么时候拿出来，你就会发现特别的方便了。之所以把它冷冻，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豆子表面冻裂，在煮着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开花，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哦。冷冻过后的红豆呢不需要解冻，我们直接放入锅中，跟着往锅中加入清水。如果您喜欢汤汁多一点的话，就多加一些水呢，一定要一次性加够，然后中途不能再加冷水了，否则影响到煮烂的时间。好了，现在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然后静静等待几分钟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如果第一次水量没有加够的话，建议往绿豆汤里添加刚烧开的热水，千万记得不能中途加冷水哦。如果喜欢红豆颗粒感强一点的话，在煮开花的时候呢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想吃沙沙的口感的话，就多炖一会，让红豆熬制浓稠一些，凭自己的喜好来。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哇塞，短短几分钟，红豆已经煮得很软烂喽，比起平时要煮半个小时的，这个时间真的是超级的快啊，可以做到随时喝，随时煮了。红豆绵沙香甜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。冬天的气候干燥，多吃一些红豆是非常好的，可以清肠通便，防止皮肤过敏。
这时的红豆呢，可以做粥吃，做豆沙馅的包子、饼子等等。那么，为什么冷冻过后的豆子这么容易煮烂呢？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因为放进冰箱冷冻过后的豆子，表面会结成冰块，结冰的同时，其实豆子的表皮已经被冻裂出小裂缝了。之后呢，再把它倒入锅中煮，预热后便会膨胀进入豆子内部，促进豆子煮熟，继续加速了豆子开花，再加上大火攻煮，自然也就缩短了煮的时间了。相信这个方法你一定听过不少，但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过。相信我真的是屡试不爽呀，因为特别的方便快捷。平时不管想吃绿豆粥了，做豆沙馅的食品了，用这个方法短短几分钟速成，赶紧试试吧。接下来我们分享方法2，盐搓法。把红豆洗干净后无需浸泡，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海盐，然后下手把红豆搓洗一下，利用食盐粗糙的颗粒，就这样两手相互搓洗即可。这可是加速红豆软烂开花的秘诀哦。就这样用圆不停地揉搓红豆，揉至5分钟左右即可。现在我们往里边呢加入黄河水，把红豆表面的盐分冲洗干净，跟着将脏水倒掉，然后把红豆放入锅中，加入我家的自来水，注意一次性加入足够的清水。好了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然后呢煮10分钟左右。这个方法相对于方法1会多耗时几分钟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时间到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，虽然用时不是很久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红豆已经烂了，开花了。那么我们的红豆汤呢，也就已经熬制好了。如果喜欢喝甜一点的，就放上几块冰糖，再煮2分钟吧。如果有其他用途，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很多朋友会很好奇，这又是什么原理呢？为什么加盐洗一洗，红豆能够如此快的被煮至软烂？那是因为盐的颗粒感呢比较强，如果是粗盐，那效果更佳。再加上不断的揉搓，豆皮之间的相互摩擦也会把红豆皮搓出裂痕，跟着我们在大火攻煮，短时间内能够进入红豆内部，自然呢就能够很快的煮熟了。原理上和冷冻法差不多，都是通过破坏豆子表皮，让热气能够快速的进入到红豆心里，从而加速被煮烂的速度。你学会了吗？以上的2个方法不光煮红豆，任何豆类都可以适用，简单快速又不流失营养。多做一些放冰箱，还能够做到随时用随时取，是不是超级简单呢？这么好用的方法，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收藏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